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6月22日。今日要講一個咧對海外華人、對海外嘅港人以及台灣人咧有極大影響嘅一個消息同新聞。嗱，我首先要講個客觀嘅歷史事實先，就係由甲午戰爭1895年簽訂咗馬關條約啦。後來咁啊，百幾年嚟咧，台灣同大陸咧係分別屬於唔同政權嘅管治，呢一個係一個客觀嘅事實。嗱，咁啊1895年之後咧，台灣就由日本殖民管治，成立咗殖民地。大陸咧就分別咧由呢個嘅滿洲政府繼續控制啦，後來有北洋政府軍閥割據，然後又南京政府咯。咁啊，所以呢個大陸同埋台灣咧就有百幾年嘅時間咧，只係得4年嘅時間係同屬一個中國嘅啫，就係得1945年日本投降同台灣撤兵，然後咧就係國民政府派咗陳儀去接管台灣，後來發生嘅228事件啦。但係只係得4年嘅時間，就係由1945至到1949兩岸係同屬一個中國嘅，得4年嘅啫。由1895年至今係得4年嘅啫。然後1949年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咧成立啦，北京成為咗北京政府咯。而國民政府咧就退守台灣。嗱，你話承唔承認佢？承唔承認佢係主觀嘅一個意見嚟嘅啫。客觀嘅事實就係1949年以後，中華民國就在台灣咯。呢個兩蔣政權直至到今天，賴清德嘅政府仍然係掛住中華民國嘅國旗，仍然係行使緊中華民國嘅憲法，仍然咧係用緊中華民國嘅年號嘅，呢個係客觀嘅事實啊嘛。所以咧，由1895年至到去2024年咧，至少咁啊兩岸咧，只係得4年嘅時間係同屬一個政權嘅啫。呢個客觀事實啊。不過咧，近年咧，北京就係有意圖啦。要改變呢個客觀嘅事實，呢個意圖係越嚟越明顯啦。咁今日咧就係要從法律去改變呢個事實，因為今日咧就好轟動啦，就公布咗一個意見徵求書，就係聯合發布兩高三部一齊咧係發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同埋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發布咗，喂，要係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裂分子、煽動分裂國家嘅意圖意見。咁即係咧，台灣有啲嘅政客主張台獨嘅，咁你喺台灣本島，佢當然目前唔能夠派兵去即係一下子收復啦，亦都冇辦法喺台灣本島拘捕呢啲所謂嘅台獨分子嘅主張嘅意見。但係呢啲人係會去海外嘅。如果你去海外去美國、去歐洲，可能咧問題都唔大。可能都會有啲人去跟蹤下你騷擾你都唔出奇。但係如果你去一帶一路嘅國家咧，喂，同中國係有呢個嘅司法引渡嘅國家咧，咁咧呢啲人係可以隨時被引渡嘅。嗱，呢啲當然咧，根據呢個意見咧，大陸話發表一啲意見徵集，好明顯呢個意見徵集係一個叫走過場嚟噶，因為大陸係聽黨指揮噶嘛。一定係黨最終嘅意志嚟噶嘛，所有嘅人民法院司法部國安部全部都係聽黨指揮嘅，黨嘅命令係決定嘅，呢個叫鐵的紀律。喺咁嘅情況底下呢，就係如果通過咗呢個法律相信亦都會通過呢個法律，所有嘅台獨分子喺海外呢，佢都可能會落網嘅，就好似啲詐騙犯咁會俾移交去中國大陸嘅。咁唔單止係啲官員譬如話民進黨嘅官員、深綠嘅官員，可能咧就會落網啦。第一，第二咧，嗰啲 KOL 或者嗰啲人民作家或者係嗰啲一般嘅網民，可能咧都會因此喺海外咧會受到影響喎。所以呢個係厲害唔厲害即係雖遠必誅，就唔係咧空口講白話嘅。通過呢個法律之後咧，佢就係有一把刀喺度啦。呢把刀咧就可以隨時咧就係收網嘅，隨時咧係可以打擊一啲咧所謂台獨嘅頑固分裂分子。咁好啦，除咗呢個法律之外咧，仲有另外一個法律咧，同時間咧係醞釀緊，就係叫做有損民族精神。有啲人話，我都唔支持台獨嘅，咁唔關我事啦，係咪啊？譬如話有啲人話，我主張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嘅，咁但係問題咧，佢而家整一個叫有損民族精神有損民族精神嘅法律係點樣咧？要懲治有損中華民族感情。點樣叫有損中華民族感情咧？以往咧有啲人咧就着旗袍，結果係俾人拉咗啦。咁呢度有學者都指出嘅，損害中華民族感情喂，以往咧就係蘇州嘅女子，2022年咧因為着和服而被拉，咁會唔會一日着旗袍被拉咧？因為旗袍係滿洲人喎。呢個好難講嘅，因為隨住時代嘅唔同，政治需要嘅唔同，即係損害民族感情可以變化嘅。呢個係咪？如果嗰一排咧就講呢個中日友好，咁着和服當然冇問題啦。喂，但係如果嗰一排咧釣魚台局勢緊張，
呢個東沙群島嘅衝突緊張，你着和服又可能有問題嘅喎。如果平時冇嘢嘅，咁你即係中美友好友誼萬歲，乾杯又冇問題啦。即係睇下 Marvel 嘅電影又冇問題啦。如果中美衝突升級咧，你話你好中意呢個 Taylor Swift， 可能又會損害民族感情嘅咯。所以呢個係一個移動嘅紅線彈性嘅底線原則嚟嘅。咁呢個係厲害啦。咁但係移動紅線彈性底線本真咧，就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後咧一個好核心嘅思想嚟嘅。呢個咧係從黑格爾辯證法咧再變化出嚟嘅一個思想嚟噶嘛。就係隨住外部形勢嘅轉變，你嘅原則、你嘅道德、你嘅法律都會咧嘅解釋係有唔同嘅改變嘅。我舉一個好簡單例子，今天咧就要嚴厲打擊台獨，係咪？話一點也不能少啊！中國嘅領土一點也不能少而家嘅地圖咧就一定要好政治謹慎。香港嘅教科書出版咧，翻大陸都要被撕毀因為唔能夠跟足咧中國嗰個地圖嘅準確性喺度。咁但係問題，中國嘅地圖嗰個彈性係點咧？之前有網民就詢問法院入信去詢問法院，到底唐蘆烏梁海仲係咪屬於中國嘅不可分割嘅領土啊？喂，呢個係屬於國家機密嚟嘅彈性。我今日咧同大家咧講兩篇文章，你係了解啦。即係個彈性係去到咩原則咧？1950年郭沫若就寫咗一篇文章，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因為1949年之後咧，呢個中共就係承認外蒙古嘅獨立啦。因為同蘇聯係友好嘛，呢個蘇聯係社會主義老大哥，所以郭沫若咧就寫咗呢一篇文章，佢就話咧有啲人咧就歪曲話外蒙古獨立咧係唔好嘅。咁佢呢一點上面咧，佢想講幾多句說話？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啲中國嘅大漢族主義感情，反對外蒙古獨立，建立自主嘅人民國家。佢話：請問外蒙古依附中國嘅時候中國人對外蒙古俾咗咩福利啊？難道唔係某些中國侵略者派兵入外蒙古，喺政治經濟壓迫外蒙古，先激起外蒙古人民脫離中國而獨立嘅要求咩？呢度要解釋下啦。中國係幾時開始統治外蒙古呢？蒙古統治中國，大家知道咧係元朝。蒙古喺中國咧就建立咗個朝代叫元朝啊嘛，成吉思汗、忽必烈咁呢個好厲害嘅一個龐大嘅帝國，世上咧當日係最強大嘅帝國嚟，元朝。咁所以中國人咧喺呢個嘅元朝以前咧，其實冇入去管治過蒙古喎，從冇管治蒙古。鐵木真嘅時代咧，都係由女真人去管治喎。呢個蒙古，咁所以中國人所謂漢人咧，佢從來冇管治過蒙古，直至有幾時咧，滿洲又入主中原，滿洲人入主咗中原之後就管治咗中國人管治咗漢人，然後滿洲人咧南征北戰就控制埋蒙古咁加上咧蒙古同女真人咧滿洲人咧本身有好多嘅通婚，所以就建立咗一個咧龐大嘅滿洲帝國，而包括咗蒙古，就係今天個外蒙古同埋中國而家控制嘅內蒙古。呢一個就係個歷史嘛，所以中國人，所謂漢人其實從來冇管治過蒙古係嚟到滿洲人嘅時代先至管治蒙古咁所以蒙古呢個所謂外蒙古獨立咧，就係由1911年當時辛亥革命爆發，外蒙古咧亦都宣布咧就係起義啦，要獨立啦。咁當時由呢個嘅帝俄沙俄羅曼諾夫王朝贊助底下資助底下咧，外蒙古咧就出現咗獨立運動咯。而獨立運動咧，呢個北洋政府當然想派兵去收復啦，但係咧鞭長莫及噶嘛，所以實際上咧外蒙古就開始有自治然後就有後來嘅1945年咧公投事件。1945年公投事件咧就係當時咧蔣介石同埋史太林丘吉爾以及羅斯福咧就成為咗四大巨頭啊嘛，就係當時日本投降，四大巨頭咧就要商討如何咧去建立呢個戰後嘅新世界喎。有波茨坦公告之前咧，就係派咗宋子文去到呢個嘅莫斯科，就同史太林商討。而商討咧呢個嘅戰後嘅世界秩序，但係結果咧史太林咧就話咧商討之前咧，首先中華民國係需要承認外蒙古已經係獨立噶啦因為外蒙古咧實際喺45年以前佢已經實際獨立嘅。咁但係咧法理獨立咧就希望喺1945年嘅時候咧就搞個公投呢個公投獨立。你知道咧蘇聯咧到今天個俄羅斯咧都好流行用呢種所謂嘅軍事佔領下嘅公投獨立噶嘛。今天嘅烏克蘭都有出現過呢個所謂軍事佔領下嘅公投獨立。咁所以當時宋子文就梗係拒絕啦。後來咧
呢個王世傑咧又去同呢個史太林交涉。咁而史太林提出咗嗰個要求，個要求就話咧我哋可以簽訂一個中蘇同盟嘅協約，就保證咧呢個蘇聯咧係唔會資助中國共產黨搞革命。如果咧你能夠保證嘅話咧，咁呢個王世傑咧就會游說蔣介石咯，就願意承認呢個外蒙古咧公投結果。咁所以當時咧蔣介石就誤以為咧蘇聯係唔會資助中國共產黨嘅，因為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咧，日本人留喺東北嘅大量軍事設施仲係由蘇聯控制噶嘛，咁所以佢覺得如果一旦將呢啲軍事設施軍備全部交俾中共嘅話咧，就會造成極大嘅國家安全隱患喎。所以後來蔣介石喺無可奈何之下，佢就希望同呢個中蘇即係簽訂呢個中蘇友好同盟，就換取蘇聯唔好資助中共而承認外蒙古嘅獨立公投。結果就係外蒙古獨立公投當然係順利通過啦。通過咗之後咧，咁呢個蘇聯繼續資助中共啦。咁1949年咧喺蘇聯資助中共嘅情況底下咧，就推翻咗呢個國民政府喺大陸嘅管治啊嘛。咁所以1949年咧就變成咗撤退去台灣啦。呢個蔣介石。咁1950年嘅時候咧，郭沫若寫呢篇文章，佢係覺哇呢個中國人漢人從來冇俾蒙古人有任何福利嘅。滿洲人管治嘅時候係侵略佢哋噶，政治侵略、經濟侵略，到民國啦，其實已經實際失去咗佢哋嘅控制權噶啦。所以其實係壓迫噶，我哋雙重壓迫嘅底下，稍有覺悟嘅蒙古人都要解放啦。難道外蒙古人就唔應該有點覺悟，唔應該要求解放咩？喂，其實郭沫若呢個準則咧，用喺滿洲侵略嘅所有領土都係講得通嘅。滿洲即係所謂十全武功啦，乾隆王即係。佢哋嘅版圖，明朝嘅版圖同清朝嘅版圖係爭幾遠啊？新疆、西藏、台灣，其實全部都係滿洲人去開疆拓土噶嘛。如果郭沫若呢個準則擺喺外蒙古係得嘅，點解擺喺其他地方係唔得啊？呢個就係所謂彈性紅線、移動底線嘅一種辯證思維啊嘛。因為當時社會主義老大哥係蘇聯，所以郭沫若寫呢啲文章咧就係支持蘇聯。哇！有啲人話，喂，呢啲文章係郭沫若一家之言嚟嘅啫，唔係喎，喺《人民日報》發表喎，《人民日報》係官方喉舌係聽黨指揮嘅喎，為你效忠嘅喎，咁所以佢寫呢篇文章，佢話認真説啊，外蒙古人比我哋爭氣啊，比我哋覺悟更早啊，比我哋更清楚認識到社會主義啊，蘇聯做朋友係好啊，因而得到幫助，比我哋更早解放啊，因為1919年之後咧，蘇聯建立咗佢嘅穩固政權之後，馬上就喺呢個蒙古咧係做呢個即係赤化嘅工作噶嘛，所以係比49年嘅中共係更早認識到社會主義好啊。佢話有乜理由要喺美帝國主義同蔣介石反動地嚟亢奮嚟感到義憤憤慨咧？佢話再請問外蒙古獨立蘇聯究竟得到咩好處啊？豈不是同我哋一樣得到一個鄰邦？所以蒙古獨立唔好咩？梗係好啦。問題嚟啦，外蒙古獨立咗之後咧，蒙古人民係咪更幸福啊？係更幸福嘅喎。咁所以由此可見請看看蒙古朋友呢種坦白嘅風度啊，我哋唔係應該有共同坦白嘅氣概咩？話1950年人民日報呢個係官方嘅立場嚟嘅，就係承認蒙古獨立，因為喺1949年嘅時候，蔣介石就失敗啦。蔣介石失敗咧，其實馬上咧係宣布唔承認翻呢個嘅蒙古獨立噶啦，因為佢話當日咧承認蒙古獨立咧係有條件承認嘅，就係中蘇友好同盟啊嘛，就係唔資助共產黨啊嘛。後來呢個蘇聯史太林咧就食言資助共產黨，協助共產黨推翻中國政權，顛覆國家政權，所以咧佢就反翻嚟話當日嘅協議唔成立啦。所以咧1949年之後咧，呢個中華民國係唔再承認呢個蒙古，亦都認為咧蒙古獨立咧係違法嘅咁所以呢個係有趣啦。直至到去台灣嘅之後咧，今天仍然咧喺中華民國嘅憲法理論嘅基礎底下咧，外蒙古咧仍然係中華民國嘅固有領土嚟嘅。蔣介石、蔣經國嘅時代仍然係堅持緊呢樣嘢嘅。今天咧法理上仍然都係，但係當然啦，蔡英文同賴清德政府就唔會講啦。喂，呢個係咪郭沫若一篇文章所講啊？咁當然唔係啦，仲有其他文章咧都有類似嘅講法嘅，亦都係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有另外一篇文章就胡華嘅文章。呢
個係《人民日報》嘅社論嚟嘅，社論完全係官方最高規格嘅喉舌啦。只有國民黨嘅反動派先痛恨蒙古獨立噶。佢話大家知道啦，蒙古曾經入侵過中華，創造過元蒙啊嘛。呢個明太祖即位後咧，元蒙滅亡，咁事實上唔係嘅。明太祖即位之後咧，元蒙咧就去咗漠北，就冇即刻滅亡嘅。滿清興起之後咧，又俾呢個清朝佔領。蒙古人長期喺呢個嘅本族嘅階級統治同埋異族統治雙重壓迫下，過住貧窮痛苦嘅生活，直至1911年啦，辛亥革命推翻啦，蒙古咪解放咗？冇，相反成為帝國主義侵略嘅對象。武昌起義之後咧，呢個嘅蒙古嘅皇宮用獨立嘅名義投入咗帝俄嘅懷抱啊。後來咧1917年紅軍勝利啦，就好好啦。咁呢個日本帝國咧又利用咗白俄羅斯嘅一啲嘅反動將軍竊據咗呢個蒙古，同埋蘇聯紅軍作戰後來咧先至俾紅軍擊潰結果咧紅軍咧就係解放咗佢啦。1924年蒙古已經宣布咗獨立噶啦，創造咗蒙古人民共和國嘅中國嘅國共合作咧，廣東政府孫中山都係承認嘅。孫中山喺國民黨第一次嘅全國大會裏邊咧已經承認咗民族自決噶。喂，係孫中山係承認咗民族自決嘅，而中共咧就號稱係繼承咗孫中山嘅新三民主義啊嘛。咁所以民族自決到今天而家咧就變成咗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咁呢個咪就係彈性紅線咯。權力就係掌握喺當權者手上，當權者有絕對解釋嘅權力。隨住時勢嘅改變咧，係可以解釋嘅。當年孫中山承認蒙古獨立係為咗咩？聯俄容共咯，去建立黃埔軍校咯，統一中國，所以佢就承認蒙古獨立啊嘛，主張民族自決咯。咁但係後來中共見證咗之後咧，佢就唔再主張民族自決噶咯。今天任何人喺香港、喺台灣、喺新疆、喺西藏講民族自決，哇就違反國家安全噶啦，就要拉噶啦，要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有機會判終身監禁啊！喺海外嘅港人、海外嘅華人、海外嘅台灣人亦都如是喎。咁所以呢個好嚴重嘅問題啦，係咪啊？1945年啦，中蘇友好同盟大家係承認咗呢個嘅蒙古人民共和國嘅獨立問題嘅文書嘅國民黨都曾經係支持嘅。咁所以咧即係今天咧就唔同啦。今天咧而家咧就1950年啊嘛，有啲人就反對，反對係點啊？反對嗰啲其實就係國民黨嘅餘孽嚟噶。咁所以今天咧中國人應該要聯合起嚟，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嘅聯邦之一，還不是自稱國咧？呢個以後咧蒙古人自己要決定啦，人民自決啊嘛，民族自決，按照馬列主義嘅原則，各民族係可以咧自由聯合、自由分立噶。呢個好犀利啊！馬列主義嘅原則1950年嘅《人民日報》，民族係可以自由聯合噶，你想獨立咪獨立咯，想合併咪合併咯。誰不能夠強迫？說一定必須和我們聯合起嚟係唔對嘅，唔符合國際主義嘅精神。嗰個年代係講國際主義噶嘛，第三國際係建立咗中共噶嘛，係協助咗中共去建立咗呢個國家政權噶嘛。咁所以嗰個年代係講國際主義，係講馬列思想，係講國際主義嘅。後來唔講因為變成咗咧，史太林死咗，蘇修主義啊嘛，要打倒呢個嘅蘇聯嘅修正主義啊嘛，所以就唔再講民族自決、民族獨立、民族嘅分合，認為咧人民有權選擇嘅唔得，以後咧都要聽黨指揮，誰分裂國家，誰就沒有好下場，就係後來嘅主旋律。因為政治需要改變咗，道德、法律、政治思想所有嘅基礎都會隨住咧佢嘅利益嘅改變咧而改變嘅。呢個就係辯證法下啦嗰種思維邏輯。所以我就話啦，講咗好多年啦，點解有啲人即係同中共交手永遠係落下風嘅啫？佢哋就係以為人哋講過就算嘅，當日講過對你嘅承諾，後來會變為歷史文件。佢哋唔明白呢個本身就係一個定律嚟嘅。個定律咧就係共產黨相信咧，呢個世界冇嘢係唔變嘅，唯一有樣嘢唔變嘅就係咩？世界在變，動啊！所以點解你動不動佢就話你反動啊？因為動就係變啦，變動係永遠嘅永恆定律。呢就係馬克思列寧、史太林、毛澤東思想嘅核心精神，就係利益嘅改變。所有嘢都動，你反對佢你就反動啦，你反對佢就顛覆國家政權啦，你反對佢就分裂國家。佢分裂國家就係因為有政治嘅需要啦。佢承認蒙古嘅獨立，將白頭山送俾朝鮮，將11段線嘅兩段線送俾呢個北越嘅好兄弟。佢即係將國土改變咧，就係因為政治嘅需要啊嘛。
而你將國土嘅改變就係影響佢政治嘅需要，佢就會將你咧置諸死地。呢個就係嗰個道理。所以咧，凡係主張台獨嘅、損害民族感情嘅，喺海外咧都要慎防去一帶一路嘅國家喎，否則嘅話咧你可能都係會雖遠必誅嘅。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可以從呢一課咧認識中國共產黨嘅本質啦。我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已經上載咗中國近代史共產黨成立嗰一課啦。咁啊好多同學咧聽完之後咧都學到一啲歷史嘅知識喎。咁啊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請參加 Patreon 15美元嘅會員一個月，咁你就可以學到呢啲嘅課堂啦。無限重溫亦都可以，一般嘅會員可以上課啦。咁VIP 會員可以無限重溫，即係15美元一個月啫。多謝大家支持，今日講到呢度，拜拜。